喜极那日，我从镜中窥见了未来的自己。明日抛绣球选婿，不要选裴近臣，他不爱你，只觊觎丞相府的助力。待他登基，便罗织叛国罪名，屠尽你满门，留你一人被日日折辱，困死深宫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我与他自幼青梅竹马，他事事护着我，待我万般温柔。东街第2间宅子里住着他的白月光，今日15，他会去陪那个女人，你大可去看看。我当即偷钱出门，果不其然撞见抱在一起难舍难分的两人。于是第2日，我将绣球抛给了张扬肆意的少年将军顾之恒。我与他有过几面之缘，他行侠仗义，是个不错的人选。我没有选他，原本的轨迹都改变了。你现在过得好吗？你又选错了。为什么？我派人打听过了，顾之恒性格良善，从不苛待府中的下人，便是没有感情，相敬如宾，过完一生也尚可。更何况，今日这绣球是他主动要的。他良善，可却是对所有人如此。你们成婚后，他会买下路边卖身葬父的孤女，又带回因战乱颠沛流离的母女，再救下被迫卖身的青楼花魁。他只管往家里带，转头当上甩手掌柜。可怜你日日操持，提防着各种明争暗斗，把自己的身子都熬垮了。他咳了好几声，榻上的鲜血尤为刺目，我脑中思绪乱成一团。那新科状元郎呢？我向他讨教过文章，他的妻子是尚书府的嫡女孟卓华，在外人看来，两人恩爱至极。可有次赏花宴，我与孟姑娘一同落水，更衣时，我看见她身上全是青紫交加的伤，触目惊心。我发出一声惊呼，动静之大，吵到了外面看门的小何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强撑着坐稳身子。我没事，小何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小何还在，真好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他刚刚咳嗽，身边竟无一人照看。小何从小与我一起长大，寸步不离，虽是丫鬟，却又情同姐妹。去年我染上风寒，小何在我床边守了整整3天3夜。你那边，小何不在了吗？2次，他都会为了救你而死。那倘若我嫁与一介草夫呢？我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身边的人都能好好活着。先不说外人的流言蜚语，丞相府已然变得孤立无援。我垂下头，死死揪着手帕。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可以选谁？耳边响起一声叹息，女人给出了我答案。你抬起头，看看镜子。我不明所以，抬头对上女人深邃的眼睛，那里倒映的是我自己。我怔愣在原地，低头看着自己那双纤纤玉手，这双手可以绣出全京城最漂亮的牡丹，可以弹出最悦耳的琴声，甚至沏出一壶好茶。但这朝堂诡谲，暗潮云涌，我从未涉猎。我不行的，我不会。你难道愿意看着身边在乎的人一一惨死吗？阿爹、大哥、小何，我不愿3意。岁那年，娘亲病逝，我爹没有再娶，独自将大哥和我拉着长大。那时我年纪小，闹腾得很，我爹每天哄着我睡觉，又买来各种新奇玩意哄我开心。长大后，我爹更是对我予取予求。大哥比我年长2岁，也甚是惯着我。去年邻国进贡了一批料子，很是好看，我不过随口提了句喜欢，大哥便用全部军功给我换了一批，织成衣服。还有小何，我嘴笨说不过别人的时候，总是他替我出头。这样的一家人，我如何舍得？我闭了闭眼，希冀地看向镜中的女人。你会帮我的，对吗？接下来我说的话，你都要记清楚。你今日没选裴近臣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这人表面看上去光风熠熨，实则内心阴暗，下手狠桀，你不得不防。和顾之恒的婚事，你也要找个借口退掉。他本性不坏，但他以后会站队裴建臣。最后，你要去找一个人。他絮絮叨叨说了很多，我拼命记在脑子里，生怕错漏什么细节。第2日一早，我便去寻了我爹和大哥。我不嫁顾之恒。胡闹！你抛绣球选亲可是圣上下旨，顾之恒他接了，你不嫁，这是抗旨不遵。你和三皇子青梅竹马，爹知道你心悦于他，可他昨日迟迟未来，是丝毫没将你放在心上。我一听就知道我爹误会了，连忙否认道：我也不想嫁三皇子。圆圆，我与顾之恒在军中有过几段交角，他是个不错的人。
我和爹都知晓你不是不知分寸的人，你若真不想嫁，我和爹想办法，可你总该给我们一个理由，有什么事情不要憋在心里。两双眼睛担忧地看向我，我眼眶瞬间就红了。可镜中人交代了，他能与我沟通已经是有违天道，不可再泄露天机。我昨日梦到娘了，她说我和顾之恒姻缘相克，婚后两家都会遭难，还是不嫁为好。而且我也想在家里多陪陪爹和大哥，难不成你们是嫌我太麻烦，所以才急着将我送走吗？娘亲，借您的名号用用，我是为了救人，莫怪莫怪。爹和大哥被我倒打一耙，一时无言。罢了罢了，你想留在家就留在家，家里又不是养不起你，但你至少也该像个样子。我愣了愣，随后一会，哎呀，我这头怎么这么疼啊？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大小姐不舒服，快去回春堂请大夫来，能找的都找来。回春堂在西街，小厮慌忙跑了一路，惹了不少人耳目。我早早服了药，躺在床上，药不伤身，就是看脉象如同濒死之人。半个时辰后，大夫锁着眉，叹着气被我爹送到门口。大夫，我夫人走得早，留下这个女儿，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她呀！不消片刻，丞相府嫡女得了怪病，濒死的消息就传遍了京城。在家里老实待着，我们去就回。小何，我们换身衣服出去。小姐要去哪儿？黑市？不行，小姐，那地方乱得很，若是去了伤到怎么办？小何不明白，您昨日让我帮您传话，拖住了三皇子，今日又闹头装病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小何，你相信我，小姐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小何一直支持，只要小姐能够开心。从看见镜中人后，我总是克制不住的害怕和担忧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不用担心，有你们在身边，我就很开心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我和小何带着斗篷从后门出发，身后跟着不少小尾巴，那是爹爹和大哥留在我身边保护的暗卫。镜中人说我不能透露天机，那别人看到的可不关我的事。黑市斗兽场，人和兽的较量，却是很多人寻乐子的地方。威风凛凛的老虎立在场上，庞大的身躯衬得对面站着的男人格外瘦小。男人眼中没有恐惧，只有拼死一搏的决绝。场上打得激烈，好几次老虎的虎牙离男人的脖颈只有微毫。明明知晓他不会死，可我的心还是忍不住揪起来，直至老虎无力地瘫倒在地上，这场比赛才结束。找你们管事的来，我要他，无论多少钱。小姐，就是您要买我们斗兽场的人，也不知您买回去是用来做什么。我看他挺能打的，皮糙肉厚，买回家去当个玩意儿逗逗。有些贵族平日就喜欢拿人取乐，这种事倒也见怪不怪。这男人可是我们斗兽场的活招牌，贵得很。若只图这个，姑娘不妨挑挑其他的。你是觉得本小姐拿不出钱？别说他了，就是把你们整个斗兽场买下来，本小姐不怂。50两。50两？你是把我们当猪仔？小姐，好看又能打的到处都是，咱们换一家。他拽着我就要走，却被我按住了手。给钱。镜中人交代过这男人之后大有用处，50两买丞相府全府的命，太赚了。小何最后拗不过我，不情不愿地把钱给了掌柜。我可事先说好了，这男人性子烈，当初若不是给他用药，他都不会听话。你带回去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我这边不负责。好。我应了声好，拿着药走向男人。他的四肢已经被重新固上铁链，失血过多导致他面色惨白，却仍在我靠近时朝着我露出防备的姿态。我蹲在男人面前，尽量放缓语气。我是来救你的，只要跟着我走，就不用再过这刀尖上舔血的日子，以后我会护着你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斗兽场之前不是没有被买走的奴隶，看似过上好日子，可等主人厌倦，被送回来的没有一个好下场。我没吱声，自顾自拿出一张手帕替他包扎手臂上的伤口。男人本能还想躲，却被我一把按住。你这伤口若是不处理，等血流干了，你也活不了。这是斗兽场的解药，你吃了之后就能恢复自由。跟我走还是去哪儿？我不逼你。小姐，我们可是花了50两，就这么算了。事情不能只看表面。小姐是觉得他以后会有大造化？三皇子顺利登基后，苛政虐民，纵欲奢淫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后有一人揭竿起义，抢了他的位置。圣上如今有4子，大皇子荒淫无能，2公主与皇位无缘，3皇子才学兼备，声名在外，4皇子还是个不足3个月的婴儿。而揭竿起义的那人是圣上遗落在外的皇子，他上位之后勤政爱民，丞相府要想彻底锤死裴近臣，就要推个比他更合适的人出去。所以我来做这个推手。我和小何绕回了府后门，快进门时，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我愿意跟着你。去找大夫给他看看伤，再让人给他准备几身衣服，安排个好住处。待将他妥善安置，我才回了院子，却在看清院中人的一瞬，心猛地一颤抖。三殿下，阿元，你我何必被讲究这些规矩？我没吱声，后退2步，拉开距离。裴近臣想要搀扶我的手停在半空。阿元是还在为了绣球的事同我置气，昨日军中要务处理，我才没能赶来。你一向通情达理，当是能理解的。我带了杏仁糕来给你赔罪。听闻丞相已经进宫，求父皇取消你和顾将军的婚事。明日我就去求父皇给我们赐婚。杏仁糕是我最喜欢的糕点，平日他惹我生气，只要拿着糕点过来，我便会原谅他。可他昨日哪是有药物忙，分明是我不知如何拒绝将绣球抛给他，便让小何去寻了他的外室柳依依，在他面前嚼了舌根。柳依依舍不得眼前的荣华富贵，大闹一场留住裴近臣。要说昨日我没期盼过，是不可能的。青梅竹马10几年，我可怜的期盼他对我还有一丝真情，可他明知我在等他，却还是缺席我的选亲，叫我难堪。如今又马后炮的祈祷用一碟糕点换我回心转意，他打心底认为吃定了我，拿稳了丞相府。可我不会让他如意了。糕点便不用了，我今日服了药，大夫说需忌口。其次，爹爹会同陛下说清楚，昨日娘亲托梦说我与顾将军不合适，若强行在一起，必不得善终。娘亲还说了，她不舍我这么快出嫁，希望我在爹爹身边再留下几年，所以赐婚一事就不必殿下忧心了。阿元，我们不是说过要一辈子在一起吗？难道就因为我晚来了1日，你就要否定我们之间的全部吗？殿下，不过小孩之间的玩笑话，怎能当真？大夫让我多多休息，我就不送殿下了。我迅速合上房门，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。见到裴近臣的第一眼，我脑中莫名闪过爹和大哥未来的惨状，恨不得冲上去将他千刀万剐。若非极力克制，我怕是早就露馅了。今日拒绝了裴近臣，以他的性子，绝不会轻言放弃。好一会儿才平复心情，我起身去了男人的院子。他躺在床上，身上裹满了纱布。情况如何？这位公子身上都是多年留下来的暗伤，虽不伤及性命，却十分折磨人，需要慢慢养着才好。你只管开药，无论用多贵的药材，务必要将他养好。若有什么其他的需要，都可知会府中的管事。是。我坐在男人床边，他眼中的防备已然少了些许。我已经吩咐了府中的下人，你是我带回府的贵客，想要什么都可以提出来，他们没有人会怠慢你。对了，一直没问你叫什么名字。男人眸色暗了暗，似是觉得很不堪，拳头紧了几分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斗兽场，之前的名字不记得了，他们都叫我阿初，说贱名好养活。那我给你取个名字吧，就叫程昭。程天命，昭明德，我以后就叫你阿昭。书房里，我爹和大哥端坐着，手里都捧着杯茶，像是早早就在等我。爹，大哥，程昭是我带回府的，原因我不能说，但我能告诉你们，他应该姓裴。裴乃是国姓，两双眼睛直溜溜地看着我。我爹还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。爹相信你不会害咱一家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大胆去做。但爹这辈子真没什么想要的，就期望你们兄妹俩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的。大哥也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哥哥也会跟你斗底。眼睛发酸，我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，心里却更坚定自己要护好一家的决心。今日我这院子真受人欢迎。陆小姐，在下今夜前来，只想不惧为何要退婚。那我倒想问问顾将军，那日为何会想接我的绣球？抛绣球那日，我站在高台上挑不出合适的人选，台下的人却不停起哄催促我，将我逼到无路可退。是顾之恒站出来，朝我扬声道：陆姑娘，不如把绣球抛给我，
我功夫了得，定能接得稳稳的。顾之恒被我问的一愣，眼中闪过一抹心虚。顾将军侠肝义胆，那日只是见我为难，便想着帮我解围。可顾将军是否想过，你我并无交集，若是成了婚，该如何相处？那日是我病急乱投医，冒犯了你，我向你赔罪。但婚姻是终身大事，实在不能草率。将军府有的是钱，往后日子丰衣足食，为何不能过？顾将军，畜类喂养上有章法，人更是，身外之物可解一时困局，可若是哪日你还要救别人，将军府的银两又够挥霍几时？相较一一伸出援手，改变生存的困境来得更实在。我回了房，顾之恒何时走的我不清楚。之后一段时间，为了将生病的事情做实，我整日窝在府中，却也免不了头疼。裴进臣隔三差五命人来给我送些药材，又拿出之前我赠他的礼物，与我写信忆往昔，试图唤我回心转意。次数多了，裴进臣便也察觉出些许不对。他最后一次来信，信中只有一句话：阿远，我们10几年情谊，我不甘心这么放弃。我冷哼一声，将信烧了个干净。他是不甘心放弃丞相府的助力，可惜我没那么好骗了。我日日都会去看望裴承昭，见他的面色愈发红润，对我也慢慢没了戒备心。他同我说想要读书认字，我便给他请了一位教书先生。读书是个细致活，一般孩子6岁启蒙，你起步晚，难是肯定的，你慢慢学。好。日子过得还算安稳，可我知晓这平静下暗藏杀招。长公主孩子满月宴前夕，镜中人再一次出现。裴进臣肯定不会放过丞相府这块肥肉，长公主的满月宴，你要事事小心。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裴进臣许诺你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不过半年，他就纳了户部尚书的嫡女为侧妃。那日我哭着要他给我一个解释，可他却说是那姑娘先落了水，他下水施救，耽误了那姑娘名声，说要给他一个名分，可那姑娘是不愿嫁给他的，两人闹得很是难看。有一次我意外听见那姑娘哭诉，所谓的下水施救是裴进臣自导自演。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，手死死攥成拳头。裴进臣竟然为了得到助力，不惜设计毁掉一个女子的名声，当真是阴险狡诈，让人不齿。我惦记着这是入睡。第二日一早，上次那条巷子却把柳依依引到长公主府后门。裴进臣若今日也妄想毁我名声，那我今日就先撕了他的面具。我才踏进门，便有数道目光落在我身上。他还好意思出门，抛绣球选亲又退亲，说到底还是被退掉的二手货。她年纪也不小了，再拖几年成了老姑娘，荆州还有哪家公子会要她？那顾将军也是可怜，好心接了她的绣球，却被她如此戏弄。要我说，讲那些都是借口，谁不知道他和三皇子关系匪浅？将军夫人哪有皇子妃来的好啊？我攥着帕子的手紧了紧，心里涌起一阵不舒服。明明是光明正大的退亲，为何他们对男人饱含怜悯，却对我极尽苛责？我正准备回嘴，婚事乃终身大事，明知不合适，便要及时止损，难道非要等到悲剧发生了才来悔恨终生吗？我倒不觉得陆姑娘有什么错，反倒觉得她果敢有勇气。说话的是尚书府嫡女孟卓华，我与她同为京城双淑，平日总被人拿出来比较，却不想第一个替我出头的会是她。我朝她微微点头致谢，又自个寻了个位置坐下。忽然，一个小丫鬟从侧边出来，手中端着的汤布片不宜洒在我的裙摆上。奴婢该死，还请小姐莫怪，随我去偏室换一身衣服。好。丫鬟带着我东弯西绕，到了偏殿门口，她替我打开门。小姐先进去休息片刻，我为你去寻一身衣服。小姐，柳依依已经在后门了，这人怎么回事？小姐，真有人要害你。你去帮我寻身衣服来，然后将我这身衣服交给柳依依。等准备好一切，我和小何躲在附近的偏殿里观望。裴郎，裴郎，你在哪儿？啊！你谁啊？你放开我！我可是三皇子的女人，你要敢碰我，他不会放过你！我透过门缝看着，
心里对裴敬晨的计划有了估算。小姐，有人来了。我抬头望去，就见前厅的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走来，领头的就是裴敬晨。阿远，你别怕，大哥喝醉了酒，做事失了分寸，我不会嫌弃你的。我今日便去求父皇给我们赐婚，大哥的罪孽我替他来还。柳依依明明戴着斗篷，连脸都没有看清，他就喊我的名字。小姐也是，好好的不在席间待着，来这偏方做啥？还碰巧就被大皇子遇上，不会是早就动了歪心思吧？三皇子也是一片真心，娶这样的女人回家也不嫌脏。我爱阿元，无论他什么样，我都爱他，这辈子都会一心一意对他好。他一脸深情，演得跟真的一样。眼看气氛到了，我拉着小何走出来。这是怎么了？这么热闹？阿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我怀里的是……好你个狗奴才！让你去帮我们小姐清洗衣服，你倒是穿上了，还在这行不轨之事。你这奴才放在丞相府是要被乱棍打死的！柳依依被迫露了脸，又被一群人当作物品一样打量，害怕的浑身都在抖。她拽了拽裴敬晨的袖子。裴老，闭嘴！裴敬晨大喝一声，吓得柳依依当即止住了声。好一会儿，她才意识到自己反应过大。姑母，原来都是一场误会，想来只是丫鬟还是糊涂。今天是侄儿满月宴，见血不好，还请姑母莫要追究，当做给侄儿积福。他说的轻巧，又朝柳依依使了个眼色。还不快滚！等等，这不是柳夫人吗？前些日子我还在珍宝阁瞧得过你，你不是长公主府中的丫鬟，也并非官眷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殿下，这人未被宴请，却能畅通无阻进入公主府后院，实属蹊跷。这后院的侍卫都是摆设吗？来人，把今日负责看守的护卫都带上来。姑母，想来是今日事务繁多，人员不足，这才疏忽了，何必为此大动干戈，耽误了吉时？三皇子，今日柳夫人进来，莫名穿了我的衣服，发生这种污秽之事，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。可若是有贼人趁机进来，小殿下的安危岂不是不保？作为后院侍卫，你们玩忽职守，今日险些危及小殿下的安危。你们可知，若是小殿下真出了什么事，别说是你们了，就连你们的家人也要跟着一起受罪。殿下，小的冤枉了，分明是三皇子说前院需要人，让我们去帮忙的。好啊，裴敬晨，是你故意陷害我，我就是喝醉了酒来这里散散步，哪知这女人就故意凑上来，这分明是在碰瓷，合着都是你故意安排的。我是被一丫鬟泼了汤，才引来后院换衣服的。殿下，刚刚柳夫人带着斗篷，你是如何笃定是我的？你连脸都没有看，便着急喊着我的名字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的名声岂不是彻底毁了？是他穿着你的衣服，一时心急才认错了。阿远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误会我？近臣是好心，看本宫忙不过来才调人帮忙，说到底还是这女人心怀不轨，溜进我长公主府，还想要蓄意攀附大皇子。既如此，拖下去打20大板吧。不行，不要打我！长公主饶命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现在就走，求你放过我一次。柳依依又楚楚可怜地抱住裴敬晨的腿，却发现他不搭理自己后，心死了一片，突然口不择言道：殿下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，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三殿下，你口口声声说对我情深意重，却养了外室，现在连孩子都有了。今日之事，我一定会同我爹和大哥说，定要陛下还我一个公道。孟小姐，听说你与状元郎好事将近，要不再慎重考虑一下。小姐，你是没看到三皇子的脸色，难看死了。活该，让他算计我，这叫自作自受。今日之后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表面温润如玉的三皇子，背地里就是个阴险小人。爹爹和大哥又穿着官服进了宫，待他们回来，脸色不算好看，我便知结果应该是不如意的。大皇子被贬去封地了，三皇子罚了禁足1个月，陛下让他多读书，休养心想。本来也不指望可以直接扳倒裴敬晨，陛下身子骨不好，裴敬晨是勉强还算中用的皇子，陛下偏袒也是正常。想到这，我不由想起裴承昭。今日我询问过教书先生他的情况，清一色的夸赞，说他勤奋好学，假以时日必能成大器。最近可有什么不适应？
他目光灼灼地看向我，欲言又止。我第一次瞧见他如此扭捏，倒觉得新奇。你想问什么就问。外面那些传言，我今日都听见了，你还好吗？我挺好的，世道便是如此，没有什么好往心上去的。可是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们凭什么这么说你？世道不该是这样的。先生说黎民安生，世人清白，依托庙堂善治。那你觉得该是如何？是非分明，善恶有断，不叫清白之人困于流言蜚语，不叫苍生困于柯南。如果你觉得是如此，便去实现它。正好他想，正好他能。裴承昭没有回答，只重重点了下头。裴近臣被禁足后，我并没有放松警惕。留在三皇子府的暗哨传信说，裴近臣这些时日都在安分守己的读书，要么就是逗逗小鸟，看看花。可越是如此，我心越发慌。我与镜中人讨论过，裴近臣名声受损，定会想尽办法挽回。他在等一个机会。果不其然，7日后，南边突发疫病，死伤无数。裴近臣主动请旨除疫，消息一出，民间多了不少吹捧他的百姓。我与镜中人商量过，死在疫病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是下手的好时机。可裴近臣出发那日，命人给我带了句口信。你以为重生的只有你？清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重生这事听着很荒谬，可我一想到镜中人，又觉得一切都有可能。我有点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他把你的变化都归咎于你重生了，你们已经是明面上的敌人。若要杀他，还是要趁早动手，不然夜长梦多。不行，不能杀他！胸口剧烈起伏着，我好一会才平静下来。不能杀他，他主动请旨去了，说明他对厨艺势在必得。那他手里应该有上辈子研制出的治病秘方。可他重生了，等他回来，一定恨不得将整个丞相府除之后患。丞相府我会救，但绝不会是靠牺牲无辜的你。他的行动轨迹发生改变，我没办法再帮你了。但如果我猜的没错，离你现在最近又最适合动手的时机，应当是秋猎了。你要做好准备。距离秋猎还有不足半月，这半个月我不能有一点松懈。清源，你睡了吗？你的手要涂药，不然容易留疤。不想笑就别笑了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告诉我今天发生了什么，我可以帮你。裴承昭，你会帮我吗？哪怕我不能告诉你理由。我会的，无论如何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你若是要我去杀人放火，定是那人做了天理不容的事，那他该死，不是你的错。裴近臣前往除疫的第2日，便研制出了药方，比镜中人说的1个月快了很多。与其同时，他在百姓中的威望也增加了不少。裴近臣回京之后，我一刻也不敢松懈。察觉到我的紧绷，爹和大哥也派人死死盯着他那边的异样，却发现他除了待在府中，就是处理外邦急事事务，瞧不出什么异样。凡是来往的信件文书，都要仔细审查。府中的下人若有行事怪异者，一律拿下。整个丞相府都处于一种戒备状态，奈何还是有人顶风作案。小姐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可那人抓了我的家人，逼我将这玉交给他，不然就杀了他们。我真的没得选。我眼神一暗，一眼就认出这玉佩是我及笄那年裴近臣送我的及笄里。这玉佩花样奇特，京城只此一块。可看清那人长什么样？是奴婢对不起小姐，奴婢愿意以死谢罪。死倒是不必，既然他要你拿给他就是了。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应该清楚，不然就算他放过你，丞相府也不会放过你。你之后也不用在丞相府当差了。判主的丫鬟留不得，有了一次就免不了会有第2次。小英离开后，我朝小何招了招手，去将府中打造玉器的师傅寻来。
据尚书府递帖子，孟小姐昨日取消了与新科状元郎的婚事，我该要去安慰一下。3日后，我带着玉佩去找了孟卓华。那日你提醒我后，我便留了个心眼，让人跟了他一段时间，才知他原是那般人面兽心，竟对路边的野猫野狗都下狠手。嫁给这样的人，往后怕是不安生。于是我便求爹爹取消了婚事，可外界却突然恶意揣测，说我与人私定终身，这才临时毁约。分明错的不在我，可所有恶语都扎在我身上。孟姐姐，想不想变一下这世道？妹妹要做什么？半个时辰后，我从尚书府离开，看了眼躲在墙角的小尾巴，那是裴敬晨派来盯着我的。我握住孟卓华的手，姐姐与我同病相怜，心里都苦，以后有什么烦恼，都可跟妹妹说。转眼到了秋猎当天，我打开房门，便见裴成昭站在我院中，他换了一身奇装，英姿飒爽。这次秋猎我也要去。这次秋猎并不安生，待在府里安全。我不放心你。最后我还是没有拗过裴成昭。早在他来丞相府的第2日，爹爹就对外宣称他是丞相府的义子，参加这次秋猎倒也不算奇怪。秋猎场热闹非凡，女眷和男眷是划分开的，可我还是隔着人群同裴敬晨对上视线。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。下！陛下遭到埋伏了！一句话让本该和谐的女眷区躁动起来。陛下被一群侍卫簇拥回来，许氏受了惊吓，她面色有些苍白。你受伤了？刚刚有刺客对着陛下动手，我帮着挡了一下。我没事，皮糙肉厚惯了，不用担心我。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止血药给他涂上，又替他包扎好。父皇，刺客均已服毒自尽，只在他们身上搜出了一枚玉佩。还请陆大小姐解释一下，这块玉佩是我送你的生辰礼，为何会出现在外邦刺客身上？陛下，这玉佩定是故意仿制的，目的就是嫁祸给丞相府，挑拨君臣关系。丞相府对陛下绝对的忠诚。陆大小姐，坦白从宽，父皇还会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从轻处理。这玉佩花样奇特，京城只此一块。陛下，谁说这玉佩只有一块？殿下勿怪，那日我与陆妹妹谈心，瞧见这玉佩精美，便让人仿制了一块相同的。哪成想师傅耳杯做了足足20块，这放着也是可惜，我就干脆送给各位姐妹了。孟卓华笑着开口，嘴上说着抱歉，眼底却全是幸灾乐祸。这贼人指不定是瞧见大家带着，以为是什么信物，就也仿制了一块。我爹顺势跪下，三殿下，上次的事情，丞相府都未追究。可这次你竟拿着一个毫无凭证的玉佩，便指认我们丞相府叛国通敌，这是对老臣的侮辱啊！陛下，老臣跟了您几十年，一直恪守本分，勤勤恳恳，从未有任何不敬之心，为何要受此侮辱？父皇，儿臣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太担心您，才一时失了方寸，儿臣知错了。那当然是三殿下的错。陛下，这是近1月以来外邦入京城行商的所有商人画像，臣刚刚一一比对了，发现他们都在这些商人中，想必他们就是这样混入京城的。据臣所知，京城此次外邦行商是由三殿下负责的。三殿下若是勤勤恳恳，又怎会认不出这些商人的面貌？若是认得出来，又何故将脏水泼到我丞相府身上？连着2道质问，我哥的声音铿锵有力。
那段时间我哥告知我后，我就让他偷偷找人将入京的外邦人都画了像，虽然折腾点，但总比被突袭好。裴近臣被问得哑口无言，高台上陛下的脸色如同锅底一般黑。孽障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他压下去，听候发落。父皇只有我一个能用的儿子，他不会把我怎么样。下次丞相府必须死！刚刚混乱之机，有人替朕挡了刀，是哪家的公子？朕好像不曾见过。回陛下，是臣的义子。好，赤子功夫了得，抬起头给朕好好看看。像，太像了！我想起镜中人说的，陛下在外游历，与一女子结缘，生下了裴承昭。后来陛下回宫，那女子不愿困于宫中，一走了之，成了陛下念念不忘的白月光。想来裴承昭应是和他娘长得十分相像，这下不用琢磨着如何把裴承昭推到陛下面前了。你护驾有功，该是大赏，让朕想一想。他并没有急着下旨，但我不急，有了怀疑就会去查，待陛下确定裴承昭是自己的骨肉，裴近臣就完蛋了。陛下统共查了3天，第4天，三皇子通敌，意欲谋杀圣上，贬为庶人，永世不得回朝。裴承昭乃是流落在外的皇室血脉，且护驾有功，德行兼备，封为太子。丞相府嫡女陆清渊书甚端良，实践明达，册封为太子妃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便会护着你，护着丞相府一辈子。我知道你一开始救我是有所图，但我不介意，甚至庆幸自己能成为你最锋利的一把刀。清渊，嫁给我吧。那天我最后一次见到镜中人，他映照的是我本来的模样。你真的相信他吗？我相信的是我自己，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走到哪儿都接受。我不曾告诉镜中人，从我见到裴承昭的第一眼，我便在他体内下了蛊，若他有朝一日背叛，只会生不如死，那是我给自己留的退路。半月后，陛下病逝，裴承昭登基成新帝，而我被册封为皇后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封后大典前夕，我意外撞见了顾之恒。上次听你说那些话之后，我不信邪，命人将将军府的银两都换成粮食去救济了北边的流民，最后什么都没得到。我发现你说的是对的，与其去逐个解决那些流民，不如去解决那些造就他们困境的人。那便祝周将军一路顺风，大获全胜，得偿所愿。裴承昭登基的第3月，他兑现了曾经同我说的话，颁布了数条律令：凡男女双方凭婚书、聘礼自愿和离退婚，退婚只论情理不合，不得凭空捏造私德过产当作退婚理由。若男女解除婚约之后，有人故意在外编造谣言，污蔑女子品行不端、私行有愧，以此羞辱女子，阻碍其在意婚嫁者，一经举证查实，首要造谣者杖责60，并赔付银子。律令下达的第1天，孟卓华作为表率，第一个堵在京兆府，把新科状元编撰谣言的证据递上。当天，新科状元被当众杖责，又被贬职。第2日，京兆府门庭若市。我想家了。那我们回去。陛下政务繁忙，还愿抽身陪小女回家团聚，臣心中万分感激。世间万般权责繁华，皆不及阖家团圆珍贵。往后岁岁春日，年年佳节，我都会陪清源回来。晚风穿庭，灯影摇曳，席间笑语声声，暖意融融。我望着眼前至亲安稳、良人相伴的模样，原来历尽权谋风云，所求的只是这寻常春日，灯火可亲，家人团圆，岁岁平安。